截至目前，一共邀请大家品尝过2次泡果酒，有一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其中红枣朗姆酒的含糖量是23.6%，因为红枣自身的含糖量有点高，后来测试了不加糖的红枣朗姆酒，含糖量也有18%，所以在泡草莓威士忌的时候已经减少了冰糖的用量，最终检测含糖量为8.4%，个人感觉还行，但依然有些朋友反馈有点甜，所以在泡胭脂美和红茶荔枝酒的时候，我又降低了冰糖的用量。前几天在朋友家喝到了一款果酒，没有明显的甜味，决定研究一下。从生产工艺来看，借鉴了葡萄牙波特酒的工艺，在水果发酵后期加入了水果白兰地和朗姆酒，这样既保证了果甜和果味，又提升了酒精度。入口没有明显的甜感，中口是轻微的果肉味，后口是轻微独特的果酸，回甘有一点果甜和果酸的融合，相对比较持久。喝完口腔会有一点酒精的刺激感。其实品酒有一个乐趣，就是酒精的刺激感，刺激感恰到好处的时候，就像给口腔按摩一样。这款酒正好是这样的感觉，不会感觉明显的甜，但入口依然很舒服，是值得我借鉴的地方。于是我检测了一下含糖量，结果显示5%左右。通过这款酒的感觉，我以后泡酒要多做一些含糖量的对比实验，去平衡好甜感和酒精度。瓶盖的设计也非常有意思，需要按一下再拧，有点像一顶黑色的绅士礼帽。酒精度是21，多种口味可选，不管从外观设计还是酒体口感，都显示出品牌的用心。含糖量不高，果味也相对明显，而且这种创新的工艺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的。父亲的生日在暑假，每年我和小妹都会回来，大妹回不来。小妹有时间是因为她从小的梦想。印象中小的时候，小妹对着家里的小狗能讲半天的课。我问她干嘛呢？她说她的梦想是当老师，在练习呢。而她的理由也很实际，她说老师有寒暑假，还能发工资，多好呀。梦想这事儿啊，还真让这个90后的她一步一步的实现了。我和大妹是80后的头和尾，小时候都没有梦想。她上班没有暑假，所以回不来。我一直迷迷瞪瞪的飘着，自由是有了，但梦想一直没有。奇怪的是，我父亲60后，他居然有梦想。以前的事让我们兄妹3人走出农村，靠着种地和做苦力完成了这个梦想。在以前到小时候的梦想是可以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当然这个也实现了。每年生日，肉都是他来炖，酒都是我来备。这是我在抖音商城泸州老窖官方旗舰店买的新品金色未来。这款酒是泸州老窖100年系列新推出的中高端产品，以时间为主题，将历史文化和古窖池与古法酿造技艺相结合。酒体浓香馥郁，醇厚饱满，回味悠长。不同于特曲是传统的卤香，100年系列是窖陈味。这个酒是良香、窖香、草香的复合，口感非常不错，值得一试。这次生日宴聊的最多的是梦想，以前感觉很空的东西，现在觉得有用了。按照小妹的说法，梦想呢是一个又一个的目标，你只有有了，才能想着如何去实现。它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，让我们即使陷入了低谷，也不会迷茫，不会沮丧。我不想像以前一样迷迷瞪瞪的混日子了，在他们的指引下，我也有了梦想。我想写一本关于酒的书，最好8.5分以上。这就要求我接下来利用空余和碎片时间整理资料，分析借鉴好书的写作方式啊，等等等等。毕竟有一个8.5分的标准呢。哎，突然感觉自己的未来有方向后，人一下子就踏实落地了很多。你们也找到自己梦想了吗？夏天的晚上适合喝精酿或自制鸡尾酒，5度左右刚刚好。而初秋的傍晚，来一杯15度左右的水果泡酒，
果香迷人，喝起来顺口舒服。现在呢，还是泡草本的养生酒最适合，滋补又暖身。今天就参考金酒的配料表，自己泡一次。把山药、茯苓、甘草等草本洗干净，酒精能将草本中的有效成分溶解出来，会更好的发挥作用。烘干后，再一股脑放入瓶中。加入枸杞、红枣和冰糖，增加一些甜味，最后会和草本香气融到一起，有丝丝的回甘。天气冷的时候喝，特别的舒服。泡这种养生酒，用高度清香酒精泡，酒味和草本植物的风味一般不会打架。最后密封，闭光静置20多天，就可以品尝到自制的劲酒了。如果觉得20天太久呢，也可以花费5分钟去楼下的便利店直接买一瓶劲酒。今天泡的这些草本，在劲酒的配料表也能看到。秋冬季节喝一点，帮你度过一个暖冬。小酌一杯，微醺又养生。好了，自己复刻的劲酒初步完成，适合冬季的高度养生系列。等做出点经验后，再逐步分享给大家。很多朋友问什么酒适合泡水果，其实没有定论。比如草莓用威士忌，红枣用朗姆，红茶荔枝用伏特加，都会有1+1大于2的效果。当然，这是我一瓶一瓶实验出来的。说白了，就是酒的滋味跟水果的滋味互补就好喝，反之就不好喝。比如用威士忌泡红枣，两个浓郁的滋味会扎堆呈现在后口，反而没有朗姆酒淡淡的清甜更让人回味。上面说的都是洋酒，当然我们的白酒也有适合浸泡的水果，比如胭脂梅用清香酒浸泡，入口的酸爽会有一股独特的穿透力，这个感觉是别的酒浸泡胭脂梅没有的。当然，基酒的品质对泡酒的影响也非常大。比如今天实验用的基酒是清香年代，跟劲酒同属劲牌公司，它的基酒高粱是从145个品种里选择出来的红穗糯高粱，特点是单宁适中，而支链淀粉含量却高达99%，所以酒体更加细腻圆润，风味物质也更加协调丰富。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根据水果的口感和含糖量调整原材料的比例。接下来用清香年代做2款实验，简单说明逻辑。先来一款滋味浓郁的沙棘果，它的酸味比较大，所以加入量是酒的1/4，甜度不高，黄冰糖适当增加，酒重量的8%，最后倒入酒。完成了实验1。第二个，用1份的酸石榴和3份的甜石榴，加入石榴总量5%的黄冰糖和石榴总量相同的酒，就是实验2。以上2种的比例有很大的区别，需要等2个月后再来开封品尝，看看是否如预期所料。将黑麦粉等原料倒入面包机，5小时后就能得到零添加的黑麦面包。再将面包切成小块后烤焦。加入100度的热水，有条件的可以放入一些葡萄干，这样会增加果香的滋味。12小时后过滤出青汁，这就是制作格瓦斯的原料，但现在它的含糖量很低，如果糖分不足会导致无法发酵。我加入青汁重量4%的糖，再倒入酵母，搅拌均匀后安装单向排气阀。传统做法，第2天就可以把它装到瓶子里，放入冰箱，让剩余的糖和酵母继续发酵，从而产生天然的气泡。2-3天后，传统的格瓦斯就做好了。开封品尝，入口是面包的醇厚，中口有一些烘烤带来的焦香，后口略显单薄。但液体面包这个词在这杯格瓦斯里得到了完美的呈现。刚才说了，后口略显单薄。咱正好有做啤酒的经验，理论上啤酒花可以增加后口的滋味啊。于是我又烤了一个面包，把青汁加热沸腾后投入啤酒花熬煮，冷却了再倒入酵母。第2天发酵已经开始，这时候我就想，既然都加入啤酒花了，那工艺上咱就再啤酒一些呗。等它发酵结束后，倒瓶过滤，加入2发糖，封盖。半个月后，这瓶啤酒花版的格瓦斯制作完成，品尝一下。后口明显增加了啤酒花的滋味，而且酵母味也没有了，整体口感更加饱满丰富，还不错。有了这个经验，我想起了比利时啤酒会加入盐碎籽和橙皮来丰富口感，于是我又做了一款比利时风味的格瓦斯。2发结束后开封品尝，清爽的陈皮味扑面而来，同样丰富了格瓦斯的口感，也非常好喝。不
不过实话实说，醇厚感不如啤酒。毕竟一瓶格瓦斯用的黑麦等原料才27.5克，而一瓶啤酒用的大麦等原料就要82.5克，相差3倍呢，所以寡淡也可以理解。虽然如此，但格瓦斯带来的那种液体面包的滋味，会给人一种瞬间的满足感，也是值得品尝的一种饮品。我们开封红茶荔枝泡酒，单独荔枝泡酒虽然也好喝，但层次感不够。这次尝试红茶加荔枝的组合，酒体是红茶带来的深红色，入口是荔枝的果香，比单独泡荔枝的果味更明显一些。中口是荔枝的甘甜，荔枝甜度比较大，但泡酒的甜是那种不会让人感觉到腻的甘甜。后口是红茶的滋味。回甘是红茶和荔枝的融合，可能是所用红茶特点不够显著的原因，整体红茶的滋味并不突出，但会让荔枝的滋味更加明显有层次。我想以后换更好的茶叶，那么茶叶加水果泡酒的结合，又会是一些有意思的组合泡酒。红茶荔枝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